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美国助理国务卿说中国是目无法纪的恶霸啊，这是我很少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就这样去描述另外一个国家啊，这个是措辞是非常的严厉啊，非常的严厉。我们讲新闻，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暨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 David Stilwell 啊，9月17号表示，中国最近在世界各地的所作所为是不负责任的，中国是目无法纪的恶霸啊，这是个非常严厉的指控啊。然后因为今天这个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一个听证会，那么史达伟在这个预先准备的证词里面就这么说，他说美国并不是要求其他国家选边站，而是要反对中国的恶意行为啊，并且捍卫他们自身的主权和经济利益啊。美国在为他的因为美国现在在拉拢所有的人来和他站在一起，和中国对抗，所以他说我并不是要大家选边站啊，选边站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要么我要么他。他说不是，他其实是为了帮助你捍卫自身的利益啊，那么反对中国的恶意行为。那么史达伟说，过去几个月中国的行为令人震惊啊。这些行为包括什么呢？中印边界的暴力事件啊，南海、台湾周边和中日有争议的水域进行挑衅啊，还有中国企图消灭蒙古和西藏文化，在新疆持续镇压和强迫劳动，以及在香港实施严酷的港版国安法啊，他就把这些例子举出来。他说：“你看，中国过去几个月在持续推动这些事情的进程。”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家，他是目无法纪的恶霸啊，他这样的描述啊，还有其他的我们就不说了啊。为什么会发生一件这样的行为啊？就是说，美国国务院他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他是一个高官啊，助理国务卿啊。那么他这样形容中国很少见啊，这非常的严厉啊。大家还记不记得，从4月份开始，这个人民日报、新华社啊，中央级新闻单位就开始，主要是针对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攻击啊。当然目的就是攻击这个川普政府的对外政策，主要是攻击川普政府啊。但是呢，他落脚点落在哪里？落在蓬佩奥身上。他很少攻击川普啊，基本上不点名。他基本上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只要说到川普，他就说什么呢？说美国的政客啊，用美国政客来代替，就是不点名川普的名字。然后呢，就直接点名，炮火集中攻击谁呢？攻击这个川普啊，蓬佩奥。那么4月份到现在啊，那么对蓬佩奥的那种这个人身攻击，什么人类公敌啊、政治病毒啊、失心疯啊，各种人身攻击啊，到了12号有一件事情就很过分了啊。这个北京日报9月12号发表文章骂蓬佩奥是肥猪棚啊，这个就很过分。就是我觉得你对蓬佩奥进行攻击啊，你可以攻击他，从政治上的需要。但是当他进行这种谩骂、这种攻击的话，我已经到了一个下流的地步了。就是说，你把人的身体进行攻击，别人的身体，这跟泼妇骂街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直接奔生殖器去了。下一阶段就是奔生殖器去了啊，所以我觉得很下作，这是一个非常下作的行为。那么史达伟
出来这么去说中国，描述中国，他算不算是报仇呢？我觉得不是啊，肯定不是啊。美国国务卿，虽然是他的上司啊，但是我不相信美国的助理国务卿会发泄这种个人情绪，或者是蓬佩奥和北京之间不是私怨啊，不是私怨，所以这肯定不是发泄情绪。那他是什么？我认为就2点。第一点，这是他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啊，他其实是告诉美国的国会，川普政府对中国的定位是什么？你想一下，这是个恶霸啊，恶霸应该怎么样？恶霸肯定要推翻他呀。这就是川普政府的定位，就是他是把一个对中国的定位啊，变成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变成什么概念呢？它是目无法纪的概念，这叫什么？这就叫宣传战啊，这就是宣传战。你看蓬佩奥啊，蓬佩奥不断的发表各种各样的演讲从各个领域啊，对中国、中共各种领域进行分析判断啊，揭露啊等等，这是什么？你可以说它是一种这个就是政策宣示啊，这是一种政策宣示，但是它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信息战，或者是叫宣传战啊，这是一种信息战和宣传。美国在这个领域没有人玩得过他啊，他是这个主师，信息战、宣传战的主师爷是美国。虽然纳粹德国和苏联都曾经说过，他们有很多的宣传伎俩，但是其实都玩不过美国。美国的宣传战很厉害啊，这是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中美之间的现在的对抗已经进入了一个各个层面啊，这各个层面，我今天就把这几件事情跟大家说一下。驻华大使啊，大家还记得啊？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啊，这个辞任，10月份返回美国。那么他今天主持他任内最后一场记者会，他确认副手叫 Rob Forden 出任这个美国驻中国临时代办。什么叫临时代办？就是美国大使馆他临时负责，你不能够没有人负责啊，这个单位在这里啊，那大家要向他报告，他要做决定，那叫临时代办。临时代办什么意思？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关系在下降啊，因为他在美国派到中国去不是大使，是一个临时代办啊，还没有人来接任，我相信会拖一段时间。就是说，美国是用这种方法，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中美关系降级的这种判断，这种行为啊。那么他的中文名字叫傅德恩啊 ，Rob Forden 啊，他有30年的驻外经验啊。2002年开始，他是驻台湾的啊，一直到2018年。他曾经担任过2018年曾经担任过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的副处长。2018年7月去北京担任美国驻中国使团副团长，也就是这个布兰斯塔德的副手啊。那么就等于他是在接这个布兰斯塔德的岗位，但是他不是大使，大使是有荣誉的。这是有荣誉的，所以他是辞任，不是辞职啊。好，我们跟进一下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的行程啊。那么突然他的行程生变，出现一个什么变化？本来说克拉奇去台湾应该有3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我说的是桌面上的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行程第一个
拜会啊，参加这个2个论坛啊，主要是美台经济对话这个论坛啊，这个论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是拜会这个蔡英文和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啊，那么第3个还有外交部长吴钊燮啊，第3件事情就是最后是参加这个顾总统李登辉的追思会，也就是告别仪式啊，这就是他的日程是这么安排。那么突然传出来什么呢？这个美台经济对话不举行了，这是一个声辩。然后有媒体就说，他突然显得低调起来了，大家有疑惑。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说啊，他说这次呢，向美国接洽这个访团，主要是针对李顾总统的追思活动啊。那么，这个克拉奇是不会进行这个台美经济商业对话，就等于他确认了，已经是不出席的了。然后有媒体就说，消息人士分析说是这个台湾方面呢，8月初向美国提出来啊，提出什么呢？希望美国派官员参加这个悼念李登辉的活动，美国随即就决定派这个克拉奇来啊。那么，但是呢，其实在官方的新闻稿里面都没有讲到这个美台经济对话啊，没有觉得。那么这次为什么没有发生呢？是因为准备工作不足啊，有媒体消息人士这么说，这是有点奇怪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克拉奇去台湾前2个星期，美国国务院自己宣布的，这个不是台湾宣布，是美国国务院宣布的，说这个美台双边这个经济对话交给这个克拉奇来主持，这是美国国务院宣布的啊。那么台湾这边的说法呢，似乎和美国一开始的这个表述有点对不上啊，说明什么？说明肯定出了问题啊，出了什么问题？我认为啊，这种事情发生过，就是以前美国跟台湾之间的经常出现的一些情况，就是原来很高调来，突然一下子某个东西给取消了啊，说明什么？说明美国跟台湾之间有些东西没谈拢啊，没谈拢。什么东西呢？不知道啊，有可能是什么？没有可能是美猪美牛的问题啊，也有可能是一些政治上的条件没谈好等等啊，肯定是双方正在进行一些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些谈判正在进行当中，但是这个进行的双方没谈好，美国用这种方式给台湾施加压力，因为这在台湾的家门口啊，台湾家门口这个把这一取消呢，当然是给这个蔡英文不好看啊，蔡英文肯定是不好看，面子上有点不好看啊，那么肯定就是反映了美国的不满意啊，所以他们应该中间有一些状况啊，但我不知道是什么，通常是这样，这种事情以前发生过啊，然后解放军今天在东海军演啊，这是解放军9月以来的第3次了，第一次是9月8号啊，在东海军演，解放军在东海已经进行了3次军演，第一次是9月8号，第二次是9月12号，这次是9月16号啊，在东海已经进行了3次军演。那当然，按照这个国台办的说法，解放军的军演就是针对台独活动的啊，那么也就肯定是针对这个克拉奇访问台湾的这个行动啊。那么这是7月下旬到现在，解放军在沿海地区的军演不断，算了一下，渤海、黄海、东海、南海
总共演习到现在总共发生了30场30场军演，但是通常认为什么呢？就是7、8、9这3个月是解放军这个演训的高峰期。那么中国方面、大陆方面不会把这个演习仅仅当做一个演训训练也会利用起来把它赋予政治上的含义向台湾施加压力这是一个方面当然这个时候宣布军演肯定是针对克拉奇访台的这个没有疑问。好，我们再讲讲什么呢？讲讲 TikTok 这都是中美关系都是中美关系，很多新闻。TikTok 是这样，美国财政部和这个字节跳动和甲骨文Oracle 初步达成了一个交易的新的条款。新的条款是什么呢？就是Oracle 加上这个叫什么加上美国的其他的投资者持有一家新的公司，这家公司呢是这个 Oracle 加上这个字节跳动成立一家新的公司加上其他的美国投资者，这家公司呢持有这个 TikTok 海外的所有的业务那么美国的投资者，就是以 Oracle 为代表的美国的投资者持有这家控股公司60%的股权。这是美国财政部把这个 TikTok 和这个 Oracle 抓得来谈出来的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方案里面没有说这个字节跳动持有多少，他只说到了美国的投资者，包括 Oracle 持有60%的股权。那么这个话呢，主要是要满足什么呢？满足白宫方面的要求那么其实呢，从开始到现在出现了几个版本。最早的版本是什么？最早的版本是TikTok 的股份，这个 Oracle 和美国投资者只持有少数的股份，然后呢和这个字节跳动合作帮他管数据，管这个后台防止这个信息泄露，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就是说Oracle 和美国投资者只占有他非常少的股份，应该是少于20%那么这个做法呢，这个信息出来之后呢，应该是以蓬佩奥为代表的强硬派反对说这完全达不到美国的要求，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的投资者根本无法控制 TikTok， 然后 TikTok 也可以继续把美国的信息传到中国去控制不了，所以这个方案很快的被否掉。这个方案否掉了之后呢，就出现了现在这个方案就是我们之前分析的，就是说那个方案呢，就是不涉及控股权的改变的问题所以那个方案被否掉了完了以后，美国财政部大家知道，美国财政部这个财政部长姆努辛是比较轻中的那就把他们找来重新谈一个新的方案，就成立一个控股公司，美国投资占60%，这个字节跳动占多少不知道，但是肯定是少于40%那么沃尔玛也参与沃尔玛还占有这个，他的方案是怎么呢？就是董事会是甲骨文占20%这家公司的60%股权归美国公司，甲骨文占20%，然后这个沃尔玛也持有一部分股权沃尔玛甚至是董事会的其中一个董事，还说呢，如果美国政府批准了这个方案的话呢，那么字节跳动就会筹备1年之内把 TikTok Global 这家公司叫 Global TikTok Global 在美国上市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说法但是这里面又出现一个
出现一个什么变数啊？什么变数呢？就是字节跳动就出来讲说，如果按照这个方案的话呢，那么这个方案不仅需要得到白宫的批准，还要去北京得到中国的批准，两边都要审批，两边批准才行啊。那么美国白宫的幕僚长，在上午啊就对记者说啊，那么白宫现在还在审议这个方案的细节啊，如果这个交易啊，他说啊，如果这个交易只是新瓶装旧酒啊 ，repackage 就是重新包装一下啊，如果他的这家公司的控制权在中国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公司手里的话，那就不符合总统的目标，就不会批准。这意味着什么？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 TikTok， 我们老实讲，就是说 TikTok 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什么？变成中美之间角力的一个战场啊。那么美国其实很清楚啊，美国很清楚，中国政府有两个底线，第一个底线，不想让这家公司，就是 TikTok 这家公司被美国投资者控股，就是不想卖掉 TikTok， 不想让字节跳动卖掉 TikT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政府也不想让美国公司去运营这家公司，运营这个 TikTok， 就这两个啊，这是美国政府知道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政府也很清楚什么呢？中国政府也很清楚 TikTok 这件事情对川普总统意味着什么。就是从川普总统的角度来说，他不想关掉它不想关掉它，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年轻人的用户啊。那年轻人用你把它关掉的话，这些人迁怒于总统，那对他的选情不利。那这是川普总统的其中一个心病。但是川普总统也不想，川普总统很想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个字节跳动把这个 TikTok 卖给美国的公司，他心里就放心了。最好卖给谁？最好卖给 Oracle。Oracle 他跟他关系很好，跟他老板关系很好，很熟悉，他觉得心里没问题。而且他不放心卖给谁？他不放心卖给微软。所以微软一开始就出局了，原因是因为川普不想让比尔盖茨控制这家公司，因为比尔盖茨跟他不好，关系不好。所以这里面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对方的底线。所以中国政府一上来就说什么？中国政府一上来就说，如果你要控制它，我情愿让它关掉。中国政府的态度就是这个，所以上来就讲，如果不行就关掉它。那么如果不行就关掉它，对川普总统来说这是很难接受的啊，这他不想的，他想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实际上在大家角力就在这两个方面角力。一方面呢，就是川普总统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想办法找一家美国公司或者找美国投资者控制这间公司，但是尽量的不要让它关闭。但是实在不行就关闭。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双方都在打心理战。所以目前这个情况来看，还在角力当中。20号，今天是17号，还有3天时间。20号是最后，就是最后期限啊。从现在的情况研判，这个成交就是完成这个交易的可能性在下降啊，完成的可能性在下降。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个白宫的强硬派其实是占了上风啊。在现在你可以看现在这个气氛可以看到啊，虽然之前 Oracle 提出那个方案，你一看那个方案一看这个方案，这个美国人肯定是吃亏了啊，就是啥目标都实现不了的方案，那很快就 pass 掉。但是看这个方案，我觉得现在财政部和这个 Oracle 和字节跳动整出来的这个方案，
这个可能川普总统可能可以接受啊，但是我觉得北京方面可能接受不了，因为他最不想的是什么？最不想的就是你美国的公司接管了这家 TikTok 的话，那后台所有的东西都会被他们看到。北京不想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他的TikTok 经营下去的可能性在下降啊，在持续的下降啊，大概是这样啊。会不会有新的可能性？不大有，因为你看啊，在这个从第一个方案出来到现在，其实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经走完了，就这两个可能性，一个是移交控制权，一个不移交控制权。不移交控制权的方案已经被否掉了，那么现在出来的是移交控制权的方案。移交控制权方案，那肯定北京不同意，我认为北京是不会接受的，因为里面有太多的东西不想让人知道，所以可能 TikTok 最终可能会被关闭啊，好吧？大体上今天的主题我们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在进入互动之前，我也跟大家报告啊，就是说我们想办法尽量的减少这个广告。那么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处理的时候，那么它有的系统又会加回去，所以我们有的地方控制不了，所以请大家理解啊，就不要在我们的讨论区再去说这个事儿，因为实在很多地方我们控制不了，我们已经尽力了，好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平台对我们的推荐很少啊，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请大家分享我们的视频，分享我们的频道啊，给你们的朋友亲友，也转发到像推特啊、脸书上面去，好吗？谢谢大家。然后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OK。好，我们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好，明谢 ，Crane 啊 ，Mike 朱，谢谢啊。观点与提问，王老师之前提过，历史没有必然，2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一件小事引发的，而 CCP 不可能开放言论，加上对权力的迷思，从内部瓦解倒台几乎不可能，靠外部压力又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和过程。请问王老师 ，CCP 有没有可能因为偶然的事件倒台？如果有可能，以您的想象和判断，偶发的事件可能会是什么？你可以举例吗？大家知道清政府是怎么下台的吗？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题目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机会可以找回去看一下。清政府倒台源自于什么？源自于一场股灾啊，源自于一场股灾。股灾怎么发生？大家还记得，就是橡胶啊。大家不知道还知不知道？就是上海那个时代20世纪初，上海是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啊，上海那个时候已经是啊，所以上海有股市，很多股市啊。那个时候炒的最厉害的是什么？橡胶啊，橡胶。全中国的股民都在炒上海的橡胶。参加这个炒上海橡胶的有一家公司叫四川铁路公司啊，四川铁路公司呢是拿着钱在上海炒橡胶，炒各种股票啊。这家公司是清政府成立的，拿来干什么呢？拿来建铁路，去建这个四川铁路。这条铁路修完之后呢，发现他当时呢去为了修这个铁路就募资啊，募了一笔钱，募了很大一笔钱，结果用了一小部分就把铁路修完了。
手上剩了，我印象中剩了1000多万两，1000多万，印象中是剩下了1000多万两，1000多万两。这家公司有2个经理啊，其中一个经理就说，要不我们拿着钱去上海炒股票，很挣钱啊，他很多人在上海挣了很多钱。那行，那就拿了一大笔钱，应该是400万两，我印象中是不记得了啊，大家可以回去看，我就大概的说一下这个事，就是偶发性的历史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啊？这个就拿了400万两，跑到上海去炒股票，然后那一年呢，美国总统就宣布紧缩政策，橡胶是干什么的？橡胶是做汽车轮胎的。哪个国家汽车轮胎做的最多？那当然是美国。那么橡胶，大部分的橡胶是跑到美国去啊。那年正好美国总统宣布紧缩政策，这一紧缩，当然汽车销量就会下降，橡胶的价格啪就掉下来，就出现了股灾。出现股灾，这家公司四川这个铁路公司在这里投资就赔光了，400万两全赔光了，赔光了。不仅他赔光了，很多人都赔光了。那个时候有很多的钱庄啊，就是银行，当然是小型银行，钱庄借钱给大家去炒股票也赔了，就引发了什么？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那么很多清政府的很多财政收入是存在这些钱庄里的。所以他不救不行，他就要去救这些钱庄，特别是那些大的钱庄。那么这些大的钱庄，他就要拿钱，他没钱，没钱怎么办呢？他就找这些西方的这个大银行借，大银行说可以借给你，我愿意借钱给你，不过你是不是给上次你借的钱，我们没有要求抵押品，可是你到现在还没还，那么这次我要求你给个抵押品行不行？这样我好交代。新政府一说也行，那就要去借钱，那找什么？找来找去，手上没什么可以抵押的资产，想起来这四川铁路，那就怎么办？就找这四川铁路。这样，我呢就把这四川铁路的股权买回来。原来你们募资了多少，我就买回来。买回来呢，我再把这个铁路呢押给这些银行。我才借一笔钱来救这个金融危机，救这些钱庄啊，因为钱庄一倒闭，它这个很多清政府它的存在那里钱不就完蛋了吗？那就跟这个四川人谈，四川的这个人谈，你们募了多少钱，我还你多少钱，但是有个条件，这400万我不认，是你们这炒股票自己亏的。不关我的事，你比如说你募了2000万，我呢这2000万还给你们，但是不认这个400万，这个四川人就不干了。这个400万凭什么不？我们筹了2000万，为什么要还我1600万？这不行。四川人就成立了个保路运动，就说我不给你，不还给你。那清政府说你不还不行啊，这公司是我的呀，我只是跟你们募资啊。我只是要把你们的股权收购掉啊，因为我要去抵押，要救这个啊，不行。四川总督，那就四川人就开始反抗，就游行示威啊。游行示威，当时的这个四川总督叫赵尔丰啊，赵尔丰刚刚上任没几天，一看哟，这个四川人开始造反，开枪打死了很多人，然后赶紧向中央政府拍电报说四川人造反，赶紧派部队来救援，救我。离四川最近的部队是什么？是哪里？湖北，就把武汉的部队全部调到四川去镇压这个保路运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叫保路运动啊。当时清朝的部队呢，是袁世凯训练出来的新军，以清朝的这个训练出来的新军，那革命党那个时候已经有革命党那根本就不用打，但是呢，这个湖北武汉这部队不全部去了四川了吗？
大概在当时在武汉可能就有不到100人，几十个人。国民党就发现这里有个机会，就出现了什么？就搞了一场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其实当时的武汉就是一座空城，不到只有几十个人。武昌起义才打响了武昌。如果不是因为保路运动，革命党是没有机会的。为什么？因为袁世凯按照德国的这个军制，德国和日本的军制，重新编了一个新的军队，在这个天津小站训练的这个帮清政府训练这个新军非常的厉害，基本上没有的打。在就是因为一场保路运动，保路运动源自于什么？源自于一场股灾。这是不是偶发事件？这就是一场偶发事件。所以你说清政府，他当时财政状况也不差，对吗？这个部队也很能打，有新军，你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缝，这个鸡蛋上面有什么缝啊？看不出来。但是谁知道发生了一场股灾？这些事情，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放，最后是什么？最后其实也没有打这场清政府就是清帝逊位，或者清政府交出政权，基本上没怎么打仗，都是各地宣布，这个武汉一打，然后各地一看，哟，这里有人反了，那我们就宣布独立吧，我就中立，开始是中立，后来就独立，然后袁世凯就跑到这个宫里面去说你看看这个形势这个样子，局面已经收拾不了了，算了吧，你们就退了吧，我们就建个共和国算了。你看民意如此，我保证你好处，什么好处？你所有的待遇不变。我们建个共和国，只是不管国家天下大事，反正我每年优待你。他还去签那个合同，清帝就撤了。这就是清朝就是就这么下去了，基本上没怎么打仗，没什么流血，就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就是这么建立的。所以你说说看，你在当时的这个场景之下，你也看不出来清政府要完蛋的样子，看不出来啊，但你这就完蛋了。所以中国发生的事情，我一直认为，就是说所谓的历史的必然性是骗人的，那是骗人的，那是欺世之谈。就这个例子，好吗？观点，历史没有必然是肤浅的说法。仅仅关注那些偶然的小事，以为一切都是偶然的。那些偶然的小事如果不发生，还会有其他的偶然小事去触发这些历史事件，早晚会有一件偶然的小事去触发2次世界大战，这就是历史的必然。你扔一个硬币，结果是正面是反面，偶然；你扔1万次硬币，正反接近相等，是必然。网友答：你这个观点，王先生之前谈过，偶然性和必然性是相互依存的，取决于你站在什么尺度上去看。第一个，当然我欢迎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讨论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说去评价对方的观点，因为评价对方观点会出现争吵我们不要评价，我们只说自己的观点就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必然的。历史唯物主义讲的就是历史都是必然的就是说我们有3个条件，我们历史课，我历史课很好就是说所有的历史课它都是3段论社会腐败、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然后这个社会开始动荡，然后就出现了什么新的政治力量，然后产生了最后改朝换代所有的3段论都是这么来的。你去看中国中学历史都是这么高中历史包括这个大学的历史课都是这样的3段论。我是不同意的为什么？因为你认真的看一下，其实所谓的必然性只是从
中共重写历史之后的编译啊，重新编译而已啊。农民起义啊，出现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最后导致了这个王朝的灭亡啊。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的动力等等啊，这些它是有一套逻辑的，然后它不符合这套逻辑的进程呢，它就把它改掉。所以实际上我们中学课本里面的历史是不真实的啊，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不能够笼统的去讲历史是必然的啊，不可以笼统的去讲，一定要就具体的事情来讲才行啊。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你就以清政府啊，清朝的这个下台退出历史舞台这件事而言，你的依据是什么？必然啊，清政府为什么必然要下台呢？当时清政府没有什么问题啊，整个社会很正常啊，没有看到它有下台的必然性啊，好吧？所以我反驳你一下，你可以来反驳我，好吗 ？OK， 观点：中国突发事件大概率是房市泡沫破灭。如果你也看到的话，我觉得中国政府也看到啊，中国政府现在在房地产市场上基本上是严防死守啊，严防死守，就是说看着它要往上涨了就收一点啊，收一点，看着它快死了再松一点，大概是这样啊，不好说。所以我说很难去预测啊，很难去预测。虽然你看到很多风险，一个经济体里面会有很多个风险，你比如说房地产市场是风险，人民币是风险，银行是风险，这个债券违约是风险，都是风险，很多风险。那么政府看到吗？也看到，他针对这些政策做很多的措施，他要降低这个风险，但是呢，经济的波动他控制不了。所以经济的波动过程当中，它各个风险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经济往上走的时候，可能风险在房地产那边；经济往下走的风险可能在债券市场这边等等。中美贸易战打起来的，可能风险在人民币汇率那边。它各个领域它不一样，所以呢，它哪一个会真的它出现了断开了，你不知道，这是无法预测的啊。所以我说。我们一个社会的发展的进程是有很多的偶然性构成的，原因就在这里啊。我们现在没办法，你现在能判断吗？我觉得是判断不了啊。观点：联系之前美国驻华使馆的馆徽改版和家具拍卖，大使离职似乎是早已安排好的中美脱钩的重要一步。是不是重要一步？我现在判断不了，但是肯定一步的是大使的离任，肯定令中美关系在往下走啊，就是美国的意图很明显啊。观点：每个屠杀都会在整个民族身上留下100年的深刻印记。自幼我母亲就千叮咛万嘱咐。长大后绝不能从政或当警察，认为极损阴德的工作，就是台湾228事件跟白色恐怖带来的阴影太深。提问：王老师好，台湾中央社的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蒂芬尼众议员蒂芬尼今天表示，已经提出决议案，呼吁美国恢复与台湾正式邦交关系，并终结过时的一中政策。决议案也指示美国行政部门支持台湾台湾国际参与与洽签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一旦终结一中政策，对于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近期的各种情势发展真的加速的令人惊讶。它是这样啊，行政部门它是执政啊，执政呢，它当然所有的政策都是由行政部门制定并且执行啊。
那么美国国会可以通过很多议案，议案是什么？议案就是法律。法律呢，实际上是什么？法律其实是交给总统的一个权利，交给他这个权利的同时，会提出一些要求啊。就所以你可以看众议院也好，参议院也好，他们有很多议员提出很多的政策，这个政策呢，辩论最后通过变成法律啊，然后交给总统啊，交给这个行政部门白宫。总统呢可以用啊，也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他根据，所以为什么叫执政呢？执政是根据他的政策和方向去决定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所以我们在判断美国的政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议会它的角色、它的边界、权力边界在哪里？白宫就是行政部门啊，他们的权力、他们的边界在哪里？他们之间是怎么互动的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虽然有很多，你看从去年应该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参议院也好，这个众议院也好，通过了很多的法律，就是说，当然参议院通过要去众议院，众议院通过要去参议院，交给了这个川普总统啊，川普总统有的马上就开始做，有的会拖一段时间再来做，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位众议院的这个议案，我看到了。但是它要变成美国的政策行动，这还有一段距离啊，这是第一个啊，大家知道这个进程会是怎么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但是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一个这样的议案，说明什么？说明2点。第一点，这件事情是有民意基础的啊，这件事情不是突然哪个官员一拍脑袋想出来的事，不是的，这是有民意基础的。大家要知道，作为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民意对政府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众议员的这个提案 ，Tiffany 的这个提案，它也反映了一个美国社会的政治取向啊，这是取向是什么？就是放弃原有的对台政策，或者放弃原有的两岸政策，采取新的两岸政策。这两岸政策是什么？就是一中啊，放弃一中啊。那么美国到底会选择怎么做？不好说啊，这里面是一个进程，就是你可以看，你看这次这个副国务卿访问台湾，虽然美国意愿很强烈，我要提高台湾的地位啊，我要让台湾这个美台关系要升温提高啊，来制衡大陆啊，这美国的意愿很强烈，很清晰啊。但是如果台湾不听话，那还是会不给你面子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趋势，但是这个趋势的进程呢，并不是说我们简单的1+1等于2的，因为中间还有很多因素影响。你比如说，美国跟台湾之间肯定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协调的，你得给我一点好处，我也得给你一些好处，我帮你做点什么事情，你得给我回报，大家是需要讨价还价的，不是说大家一拍大腿，行，我们就合作了，我们就合伙干了，就这事儿就全定下来，不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的利益点有差别，美国的利益点在这个方向，台湾的利益点在这个方向，双方有交集，但是还有很多不同的利益点，所以大家要牺牲，有协调，有牺牲，有妥协，所以这里面就是要什么？要讨价还价。所以这次像这个副国务卿访台，突然有个行程取消啊，那说明双方在某一件事情没谈好啊，没谈好没关系，继续谈呗，总有一方会妥协，或者双方可能都要妥协一点，就是这样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些东西，外交层面的问题呢是不透明的，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台面上的东西，但底下的东西不知道啊。但是这位网友的判断是对的，是什么？就是美国、中国、台湾这三角关系的变化非常的快。你想一下，1个月前是什么情况？1个月之后是什么情况？
或者是半年前是什么情况？我们现在谈台湾的定位的问题，在半年前简直不可想象，所以它变化非常的快啊，这个是判断是对的啊。情况，蒙古人还是败在了中国恶毒的政策下。15号，大部分人把孩子送到了学校，中共用孩子家长工作、贷款、土地，还有取消孩子的学籍，威胁蒙古人。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比中共如此无耻下流啊！这个，不一定就败了。我们要知道，一个抗争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心力啊。如果这个心力还在，每个人都付出自己的心力啊，这件事情结果还不好说呢啊。提问王老师，我有个师长总说，中国的农耕文明的地理结构决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只能实行大一统，即使外来入侵势力殖民中原，最终也会被同化。中国人也喜欢被统治，请问您怎么看？谢谢。农耕文明就大一统吗？大一统是因为有一个皇帝才有大一统，如果没有这个皇帝就没有大一统。中国统一的时间并不比分裂的时间长很多啊，大家可以去数一下那个时间，你大概就知道啊。这是第一个。大一统的原因，大一统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一个人最喜欢大一统，就是皇帝。除了皇帝以外，其他人都是起哄啊，这是第一个。所以大一统并不是所有人的利益所在，也不是所有人的诉求，是皇帝的诉求。但是皇帝呢，他有很大的影响力啊，所以他就用各种方式来洗大家的脑。所以其实中国人洗脑已经要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就是汉朝就开始，秦朝、汉朝就开始进行对大家洗脑。洗脑是什么？统一啊，统一思想啊，统一思想这件事情不是中共发明的啊，所以所谓的大一统这件事情本身它的诉求方向并不来自于民众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外来势力会被同化是汉人的自我安慰啊，就是精神胜利法。你不是把我给打败了吗？我变成了几等公民啊？你变成了奴隶了吗？亡国奴了吗？好，我亡国奴最终还是我赢了，为什么？你被我同化了。这就是就是汉人的这种精神胜利法。不值一驳，我就不反。同化可笑，没有同化这回事。你怎么可能统治者被你同化？怎么可能？他只是拿了他要的部分拿来用而已，被你同化，我不觉得蒙古人被汉人同化，我也不觉得满人被汉人同化，我只觉得，叫什么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啊？大家记得这个吗？谁被谁改变？我不觉得这个满族人被汉人改变，我只觉得汉人被满族人改变，你说呢？谁改变谁多一点？我觉得还是汉人改变的多一点吧，是不是？所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啊。观点：中国的历史的乏味是因为一些从统治者的角度去观瞻的东西，这些都是给统治者们看的各种见解，所以屁民读这种历史都建立大一统的史观，屁民才对治乱兴衰深信不疑。非常正确，非常正确啊！提问：王老师上个节目太精彩，希望王老师多讲历史。CCP 建国前杀了那么多自己人，也不是会削弱自己的力量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是为了恐吓下面的人建立威信吗？这是个好问题。就是说，中共为什么要杀自己的人？杀的那个，你看5万人杀的剩4000人，杀成这个样子，为什么？
这不是削弱自己的力量吗？中共的组织系统啊，中共的这个政治的观念和我们的想法有点不同，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认为纯洁性这种纯洁性的力量比数量要重要，所以他认为你如果不纯洁，那就要把它杀掉，我情愿不要。所以呢，这就是他们经常杀人的原因啊。当然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权力斗争啊，权力斗争的结果，所以中共这套他是叫什么嗜血，中共嗜血，喜欢暴力啊。他的权力斗争意味着什么？他跟其他的人，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看法不同。中国人的政治其实不是中共中国人的政治，中国人的政治都是你死我活的没有 fair play 这回事。中共更是如此，就是你跟我拳斗，最后呢，我要把你肉体消灭掉。如果不能为我所用，那我就把它消灭掉，就是这样。所以中共的内部权力斗争很残酷、很血腥，原因就是你看，就这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权力斗争的文化就是暴力，就是嗜血，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对组织的这种纯洁性的追求。他们认为纯洁性比数量更重要，我情愿要100个纯洁的共产主义战士，也不要10000个不纯洁的半吊子共产主义战士，那我就把那另外一个9500个杀掉，剩下这500个都挺好。这是他们的文化真的文化。所以呢，就是他为什么喜欢干这种，这并不是仅仅是建立威信的问题，就这两个原因观点历史是必然的这句话，原因是我们人类无法观测第二次历史。不理解，我没懂，无法观测第二次历史什么意思？没懂。观点历史唯物主义最大的谬误是否定了人的作用，否定了人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人行为是不可预测的，比如清政府可以选择下台，人民可以选择民主。对，就是清政府可以选择不下台，打。其实以当时清政府的新军的力量，那真的是核心的人物是谁？核心的人是袁世凯。为什么？新军是他训练的，那些人全听他的。袁世凯跑得去劝清廷，清廷是有很大压力的，因为他知道这支部队听他的，所以他去劝清史是愿意听的，是会听的，原因是一大部分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人的力量他会有很大的改变。如果那会儿袁世凯不谈呢，袁世凯就上去就说我帮你们去把他们灭了，历史进程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完全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那个史书，国民党的史书，共产党的史书都骂袁世凯。为什么？其实袁世凯对这个中华民国的建立有非常重大的贡献，因为他决定了这件事情不流血的。如果他不发挥这种作用的话，那肯定毫无疑问要打一仗，而且死很多人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还是觉得偶然性的作用更大一点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就像刻在地狱之门上，让人放弃希望的铭文。我们永远不要忘了，历史是人，是你是我创造的，不是被物质或者是什么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决定的。OK， 观点中共就是吸收清政府的教训，才会那么害怕民间团体的存在，他们就怕变成革命党见缝插针。提问：共产党有没有可能出一个李登辉这样的人来实现中国的民主？对不起，那为什么不问有没有可能出来一个
戈尔巴乔夫呢？李登辉只能出现在国民党当中，戈尔巴乔夫只能出现在苏共。中共曾经出现过一个赵紫阳，不是被灭掉了吗？所以不同的条件、不同的环境出现不同的人物，这里面有偶然性。好，继续。我快一点啊，王老师，中共建国以后一直在内斗，一直到文革到达顶峰，那国民党为什么一直不反攻大陆呢？中共那是跟瘫痪没啥区别，为什么不？对不起，所以其实文革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说明什么？文革并不是一场中共说的那种性质的动乱啊。文革并不是红卫兵的文革，文革其实是中共的文革。中共是没有底线的用文革来折腾中国老百姓的，他们也涉及到中共的内部内斗。这个国家有没有瘫痪呢？我一点都不觉得那个时候中国的国家已经瘫痪了。为什么？你想一下，如果整个国家没有整个的行政系统的支持，文革一天都是发生不了。我举一个例子，红卫兵大串联。红卫兵大串联完了以后，就是毛泽东借鉴红卫兵，一建100万。大家知道100万什么概念吗？100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如果你没有一个庞大的强有力的行政系统去维持这件事情，你怎么可能建100万红卫兵？你什么时候进来出，什么时候出来，那肯定是一场混乱。所以大家要知道，中共把文革描绘成一场动乱。动乱是什么？中共很善于玩什么呢？玩文字游戏。动乱呢，他把这叫成一场动乱呢，他就没责任了，因为我控制不了这件事，我控制不了。其实不是的，中共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还是存在的，整个的行政系统和整个的部队、整个的建制都在的。虽然他们内斗抓了这个斗了那个，但是他的整个国家机器还是 functionable 啊，还是能够运行的。所以呢，我们其实文革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去看文革，和我们中共讲的文革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认为台湾那个时候有机会去反攻大陆。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中共仍然牢牢地控制着中国大陆，并没有失控。他们有失控，局部有失控的局面，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共控制这个国家。所以中共试图把这个政治责任甩给四人帮，把这个社会责任甩给红卫兵，然后他就没责任了。其实不是的，其实文革这件事情没有清算，就是因为中共全部都甩锅了。不清算文革，文革就永远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还可以看到，还可以在大陆看到文革，就是这个道理啊。观点，中国很多人都认为上面政策是好的，下面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他们根本不懂，在那个体制之下，经被念歪是必然的，甚至可以说是上层故意让下层念歪的。比如说中国的宪法根本就是当政者故意不执行。那还是被洗脑了这个看法。政策，谁说政策就是好的？你肯定没有看我的节目，看了我的节目就知道，中国的所有的政策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这跟这个政策形成的机制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所以每个政策都有问题啊。当然，有的政策问题大，有的政策问题小，但是多少都有问题。为什么？
他的政策形成的机制有问题，因为他没有他独裁呀，独裁一定有问题的政策。秦桧小时候经常看着母亲在夜里默默流泪，长大后才知道祖屋和产业被强占，父母不敢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来，是怕我们年幼无知，在外面轻言或无妄之灾。花甲之后每每想起几代人的辛苦辛勤劳作，一朝化为乌有，他们的邪恶在这个世界上无人能及。终于看到美国政府对邪教组织宣战书，是这样。提问：王先生什么时候可以做一下国内医疗系体系？之前您大概提了一下，认为大陆的医疗体系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恶导致的结果，一直在等你的专题讨论。这是个很困难的题目。我留下来好吗 ？OK。提问：对民营企业的掠夺势必会造成经济的进一步衰退。CCP 应该明白这一点，但仍然这么做是饮鸩止渴吗？如果很多事情他看得到结果，他还要去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还有其他的目的，你没有知道，你不知道啊，理解吗？就说民营经济，我做了以后啊，现在是10，我采取这个措施以后，就变成了3，但这个3是我的，我可以接受。你现在10呢，不是我的，跟我没关系，那就让它变成3吧。这就是中共的想法啊。观点：王先生对文革的解读让人耳目一新，更符合历史的逻辑，非常好。我是学历史的，好的，谢谢你的肯定。观点与情况，请王老师别再请大家原谅广告的事情了。真正支持王老师的网友，帮王老师增加收入，多看几个广告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墙内政府工作的朋友小白说，因为不敢打赏，不敢加入会员，所以就用看广告的方式支持你。减少广告会让他们少了唯一能够实质支持您的方式。秦老师在删广告的时候也斟酌考虑这一点。好的，谢谢你，谢谢你的支持。好，明谢。老王代表在线的老友记，请王上食蝦餃燒賣，謝謝啊。冯新華，謝謝。Kim Nam Yom， 謝謝。請大家在自身能力範圍內以各種方式支持我們的節目，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實在不行，多看重播時盡量讓廣告播完，好讓有點廣告收入來支持王先生。如果實在接受不了廣告，可以考慮 Patreon，既沒有廣告又播放順暢，還有其他功能。謝謝，謝謝 Kim Nam Yong， 謝謝 Renee Mac， 謝謝辛燕平，謝謝孫瑞平，謝謝 Red JW， 謝謝支持王先生。從疫情前的節目開始就沒有錯過一期節目啊，謝謝你啊 Red。不過大部分都是補看錄播，喜歡王先生說的真話，也喜歡王先生嚴謹的態度，有優秀的職業素養，也喜歡網友們的各種真知灼見。牆內的東西真的沒法再看了，謝謝你。留學簽證，留學旅遊簽證，季咖白啊，謝謝，終於趕上直播，謝謝老師。Karen K， 謝謝王老師。剛才聽了王老師早上的節目，對共黨的罪行非常憤怒，竟然還有那麼多華人，包括海外的為其辯護。精神細膩薩格爾王，謝謝。關於閻麗夢論文補充一點，只從論文提出的證據，我認為這些證據不夠強，但是想到中共學者在某些領域的缺德和不嚴謹，這件事情卻可能是真的。賀建奎改造人類的基因，甚至改造並不完全成功，他還讓那2個女嬰出生，極其不負責任。誰敢說同樣可怕的事情不會再發生呢？是的。John Chen， 謝謝。於子，謝謝。Jenny Lee， 謝謝。Jenny 唐，謝謝。生如夏花 Melody， 謝謝。請王先生美西清茶。阿玉 M， 謝謝。傳說 CCP 控制了外匯交易商退出了中國。我知道那是美國最大的外匯期貨交易商。
他退出的原因我也不知道，现在还没有传出来。我知道那个交易商退出中国市场啊。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请大家分享我们的视频，谢谢。